到了学校要和室友打好关系，好好读书。要是让我知道你逃课，看我打不打断你的腿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姐。高岩捂着耳朵，你弟弟我都念大学了，不用那么操心了。高荣瞪了他一眼，小没良心的。车子在学校门口缓缓停下，高荣帮着将行李搬下车。需要我送你进去吗？不用不用，我自己能行的。高岩拖着行李箱走进校门，回头朝着高荣挥挥手，再见。高荣笑了，也跟着挥挥手，再见。高岩收回视线，转过头，一时没注意和人撞在了一起。那人踉跄2步，摔在地上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没事吧？高岩赶紧把人扶了起来。那人拍拍身上的灰尘，没事。高岩瞥见那人手中的录取通知书露出的一角，这要巧啊，我也是金融系的。这要巧。那人向他伸出手，我叫沈旭，延续的旭。你好。高岩握住他的手，笑容爽朗。我叫高岩，延续的延。高岩和沈旭报完到之后便去了宿舍，结果两人一说宿舍号，嘿，巧了，同一个宿舍。沈旭，高岩选了沈旭对面的床补。你知不知道省状元也在我们这个学校呢？沈旭铺床的动作停顿了片刻。知道。嘿，跟省状元一个学校，这是我能吹一辈子。高岩傻笑2声，摸摸下巴。我记得那个省状元好像也姓沈来着，叫什么我倒给忘了。沈旭啊，我知道你叫沈旭啊。高岩这才反应过来，瞪大了双眼。你就是那个省状元？是我。你明明可以去更好的地方的，怎么来这儿了？这也不差呀。双一流名校。沈旭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，才吐出7个字，他们给的太多了。高岩，收拾好东西。高岩搂住沈旭的脖子，走啊，吃饭去呗。沈旭瞥了眼他的手，手拿下来。抱歉，我就是这么自来熟。自从知道沈旭是省状元之后，高岩便决定抱紧他的大腿。学霸爱，寝室之光啊。沈旭，你坐着，我帮你去打饭。那谢谢了。沈旭选了个较为清静的位置。哟，这不是我们的省状元吗？怎么也来我们这座小庙了？沈旭抬头，是他高中时候的死对头，一直想在成绩上和他比高低。怎么不去清北啊？那不比我们这座小庙好？沈旭懒得和他多费口舌，我喜欢。死对头最讨厌的就是沈旭这副高高在上，谁都不放在眼里的模样。沈旭，你爹在呢。众人回头，是高岩。高岩将盘子摔在桌上，不会好好讲话了是不是？要比谁嗓门大是不是？死对头一阵阴阳怪气。行啊，开学第1天就找到靠山了。他想起了什么，露出古怪的笑容。对了，你这个靠山应该不知道吧？你是恶心的。高岩。沈旭突然站了起来，不能让高岩知道，至少现在不能。高岩被他吓了一跳，怎么了沈旭？没事，你别怕，你就说是不是要揍他？我们走吧。高岩。啊，不揍他啊？这也太便宜，我饿了。沈旭成功堵住了高岩接下去的话。行，我们走。高岩瞪了死对头一眼，今天先放过你。回宿舍的路上，高岩生怕沈旭还为食堂那事儿难过，拼命逗他高兴。终于沈旭忍不住了，只见他叹了口气。高岩，怎么了？你这样很傻。高岩。沈旭见他一脸挫败，还是笑了。不过我很高兴。高岩瞬间满血复活，我就说我哄人还是有一套的嘛。高岩。沈旭突然停下脚步，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和别人不太一样，你会不会那2个字在舌尖辗转许久，恶心。你在说什么呀沈旭？高岩不明白。我当然不会。不一样就不一样呗，每个人生下来就是不一样的啊。正是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，这个世界才有趣啊。沈旭苦笑一声，但愿如此。6点，闹钟响。一只手从被窝里伸出来，关掉闹钟后便翻了个身继续睡。高岩。沈旭推了推床上的蚕蛹。
一只手又从被窝里伸了出来，比了个5分钟，再睡5分钟。沈旭叹了口气，这是军训以来每天早上都会发生的一幕。5分钟到了，沈旭再次推了推床上的那人。5分钟到了，高岩埋进被窝里，哼唧2声，哎呀，5分钟，再给我5分钟。沈旭面无表情的直接掀了他的被子。只穿一条大裤衩的高岩吓得立马从床上弹起来。沈旭蹦下楼梯，6点半集合，你还有19分钟05秒。4、3，高岩慢吞吞的爬下楼梯。知道了。沈旭的额头上仿佛有青筋横跳，抬腿往他屁股上踹了一脚。快点儿，墨迹啥呢？紧赶慢赶，终于在集合点赶到了操场。教官扫了眼整齐的方队，满意的点点头，不错，今天也不为难你们了，绕操场跑4圈就去吃饭吧。高岩看着旁边脸色发白的沈旭，有些担心。沈旭，你是不是低血糖了？要不你打个报告休息会儿。没事。沈旭的话还没说完就晕了过去。高岩背着沈旭火急火燎的去了医务室。医生，救命！值班的医生被他这阵仗吓了一跳，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事，帮着把人扶到病床上，仔仔细细的检查了一番，十分无语。不用急，就是个低血糖，吃点东西就好了。高岩还是不太放心，那要不要挂个水什么的？不用，让他躺着休息会儿吧。太阳照的人身上暖烘烘的。沈旭睁开眼，入目便是雪白的天花板。他往周围看了看，只见高岩趴在床边睡得正香。沈旭弯弯嘴角，抬手摸摸高岩的头发。高岩被他的动作惊醒了，揉了揉眼睛。沈旭，你醒了呀？要不要喝粥？应该还热着呢。好。高岩盛了一勺，吹凉之后喂到沈旭嘴边。高岩，怎么了？谢谢你。嗨，都是一个寝室的，说什么谢不谢的。沈旭笑而不语。高岩，谢谢你。高岩这个人吧，说他学渣却能考进双一流名校，说他学霸却能在小考中拿个垫底。沈旭捏着手里的试卷，从小就是学霸的他完全想不明白，这么简单的卷子高岩是怎么考到不及格的。高岩心虚的对着手指。沈旭叹了口气。高岩更心慌了，真有这么糟？我已经尽全力了呀。沈旭又叹了口气。高岩直接躺平了。摆烂吧，这学谁爱上谁上，他是一天都读不下去了。沈旭搬了把椅子到自己身边，过来坐，我给你讲讲。得朝。高岩屁颠屁颠的凑了过去。拜托，省状元亲自讲题啊。即便沈旭讲的十分通俗易懂，高岩还是不太明白，抓耳挠腮，一脸苦大仇深的模样。沈旭，我是不是真的很笨啊？高岩瘪嘴，我要辜负我姐的期望了。没有的事。沈旭摸摸他的头，你不笨，是这门课本来就难，以后我跟你一个小组，你有不会的就问我。哦耶，沈旭还是你最好了。高岩将试卷摆上桌，这题，你教我这题。沈旭提笔耐心的跟他讲解。他们2个人靠得很近，近到沈旭的鼻尖都萦绕着高岩身上洗衣液的香味。沈旭，你发什么呆呢？高岩一拍手，自恋的捋捋刘海。啊，你是不是也被哥的帅气迷住了？沈旭拿笔在他的额头上敲了一下。看题。高岩捂着额头。哦。沈旭忍俊不禁。对，没错。什么？我被你迷住了。沈旭眉眼弯弯，被你的帅气迷住了。国庆假期，高岩肯定是要回家的，毕竟他的家就在本地。沈旭，你不回家吗？我记得我们寝室4个家都是在本地的吧？沈旭翻书的手一顿，随即便若无其事的回答：我不回去。家里没人。高岩哦了声，只当他的父母都在外地做生意，也没多问。那我先走了呀，沈旭。再见。高岩一走，整个寝室就剩下沈旭一个人了，其他2个室友也早就回家了。沈旭拿出手机点开相册，摸摸照片中那个笑容憨厚的中年男人，
又剩我一个人了呀。不过没关系，他也习惯了。结果等他睡了一晚再睁开眼时，就看到高岩那张放大版的俊脸。我靠，好学生沈旭第一次爆了粗口。高岩立马扶着床栏，生怕自己掉下去。你干嘛呀，沈旭？吓死我了！这句话应该是我问你，你干嘛？我回来陪你啊。高岩跳下楼梯，向他展示桌子上摆好的美食，这可都是我姐亲手做的。我姐做的饭可好吃了。沈旭不知想到了什么，竟然有片刻的愣神。别发呆啊，沈旭！高岩换回他的思绪，快下来！我可是特意把我姐的美食带来和你一起分享的。吃完饭我们就出去玩。这个假期怎么能让你一个人孤孤单单的？沈旭从床上下来，盯着一桌美食，不知在想些什么。高岩，怎么了？是不是感动坏了？沈旭一把抱住他，埋在他的颈窝，闷声开口：谢谢。11月中旬，金融系和计算机系组织了一场篮球赛，高岩是主力。沈旭，你瞧好吧，场上最帅的那个一定是我。沈旭笑了，行，我看着呢。篮球馆里打着空调，只穿一件球衣也不会觉得冷。沈旭瞥了眼高岩胸前鼓鼓囊囊的肌肉，不自然的转移视线。他们叫你了，你快去吧。高岩跑了2步，突然想起了什么，又折返回来。记得帮我录像啊，我要拿给我姐看的。行，比赛开始。沈旭的目光一直追随着场上那个身姿矫健的人。高岩投进一个3分球，撩起衣服下摆抹了把脸，冲着观众席上的沈旭挥挥手。沈旭也笑着回应。比赛结束，金融系赢了，场上一阵欢呼。高岩跑到沈旭面前，像是求表扬的小狗似的，哈哈哈哈！沈旭，我们赢了，我是不是最厉害的？是。沈旭点点头，你最厉害了。对了，你录像了没？我要给我姐看。录了。沈旭把手机递给他，那个录像也给我一份吧，我也想学学怎么打篮球。高岩正对着录像傻乐呢，听到这话才抬起头，看录像多没意思，下次我教你打。好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这个学期已经接近尾声，令高岩最头疼的事情便是期末考。你看啊，这个地方不能用这个公式。沈旭的话还没说完，高岩整个人往后一躺，摆烂吧，我学不会。不行，期末想挂科。高岩拿书本往脸上一盖，救救我吧，沈旭！救命之恩当什么？沈旭饶有兴致的取下他脸上的书，以身相许。高岩惊恐的捂住自己的上半身，我是直男。沈旭愣了会儿，随即便捧腹大笑，笑死我了，高岩，你怎么这么不经斗啊？沈旭！高岩气的脸都红了，你学坏了。嗨，我可没有。沈旭又恢复成一本正经的模样，看题。不看。看吧。不看。写完一页请你吃饭。高岩这才正眼看他，真的，比真金还真。你说的，请我吃饭。我说的。高岩立马兴致勃勃的和高数题做斗争去了。沈旭笑着摇摇头，可真是个长不大的小孩子。好不容易挨过了期末考，万幸的是高岩一门没挂。阿弥陀佛，哈利路亚，我有脸面见我姐了。沈旭被高岩这一套求神拜佛的动作逗笑了。你姐有那么恐怖吗？我姐吧，恐怖起来是真恐怖，不过对我好也是真的。高岩笑得露出一口大白牙，我姐是对我最好的人了。对了，沈旭，有空来我家玩啊，我姐最喜欢学霸了。好。沈旭想了想，有空你也可以来我家玩。好啊。不过你爸爸妈妈会不会不喜欢我呀？不会的。沈旭垂下眼眸，他们不会不喜欢你的。高岩张张嘴想说些什么，但是想到自己家的情况，想来沈旭也是有难言之隐的。没事兄弟，你家住哪儿？过年我来串门。沈旭向他说了自己家的地址。高岩的心里有了一个计划。又是一年除夕，沈旭照就摆上2副碗筷，一副是自己的，
一副是养父的。爸，今年我过得很好，我找到了那个很好的人，他就是我说的高岩，延续的延。沈旭抹抹眼角的泪水。爸，我现在做饭可好吃了，但是我还是烧不好那道松鼠绝鱼，没有你做的味儿。爸，我大概是有点想你了。电话铃声打断了他的自言自语。沈旭看了眼来电显示，调整呼吸，平复心情，尽量让自己的声音与平常一样。喂，高岩。沈旭，你看外面，一簇烟花在夜空中绽放。紧接着，愈来愈多的烟花在空中升起，照亮了整个夜空。沈旭跑到阳台，露出真挚的笑容。沈旭，这个声音离得好近。沈旭不敢置信的往下看，只见高岩正站在楼下朝他挥手，手里还拿着2只仙女棒。远方0点的钟声响起，与高岩的声音合二为一。沈旭，新年快乐！为了让沈旭不那么难过，整个寒假高岩都和沈旭腻在一起。沈旭，今天去哪里玩啊？去图书馆。你去吗？啊，电话那头的声音明显降了一个调。沉默了片刻，高岩仿佛壮士就一般坚定回答：去。事实证明，高岩完全不适合读书。沈旭抱着书回位置的时候，高岩已经趴在桌上睡熟了。沈旭无奈笑笑，越过他拉了拉窗帘，免得阳光照到他。沈旭回头一看，没醒。得，说梦话呢。高岩咂巴嘴，还有我在，好兄弟一辈子。沈旭摸摸他的头发，轻声在他耳边说着，好一辈子。开学返校那天，高岩一进宿舍就给了沈旭一个熊抱。好久不见啊，沈旭。是，确实好久没见了。已经15个小时了。高岩嬉皮笑脸的将包里的零食放到沈旭桌上，这都是我姐让我带给你的。我姐还说这个寒假你为什么不来玩，她可想见见你了。替我谢谢姐姐，有机会一定见。沈旭想起了什么，对了，这个学期我们的班主任跨校交流去了，来了一个新的班主任带我们。啊？高岩垮起个脸，我才刚跟老头儿打好关系，新来的班主任怎么样啊？沈旭摇摇头，不清楚。他让我到学校了，去办公室见见他。要不你跟我一起？好啊好啊。高岩陪着沈旭去了办公室。沈旭被找进去谈话，高岩就扒着门缝看他们。这新老师有点眼熟啊，好像在哪儿见过。在哪儿呢？高岩想得入神，没注意到班主任已经走到门口，并且打开了门。他一个没防备就摔了进去。班主任笑着看趴在地上的他，这位同学，你有什么事吗？高岩尴尬的摸摸鼻子，余光瞥见后面憋笑的沈旭，脑子一抽，指着沈旭说，老师，我说我是他的保安，你信吗？沈旭，搞笑男。高岩最近有点惶恐，新来的班主任对他很好，好的让人害怕。沈旭，高岩发散着他天马行空的想象力，新老师该不会想潜规则我吧？正在喝水的沈旭被呛了一口，嗨可高岩越想越觉得有道理，果然这就是长得帅的代价吗？沈旭无语。高岩，你想太多了。高岩没理会他的话，可是这怎么可以啊？两个男的，沈旭不说话了，只是捏紧了手里的杯子，好半晌才缓缓吐出2个字，恶心。高岩这才看向他，你在说什么啊，沈旭？你刚才沈旭对上他的视线，是想说2个男的恶心，对吗？我也不是这个意思。高岩拖着下巴，我只是觉得不太能接受，毕竟我是个直男，理解不了。沈旭反复说着这4个字，笑了一声。高岩觉得他不太对劲，沈旭，你怎么了？我是不是说错什么话了？我没事。你也没说错。沈旭推开门走了出去，我出去买点东西。沈旭宿舍门缓缓合上。沈旭低着头，看不清神色。一道门隔绝了2个人。如果有一天你知道了我的心思，
你会不会觉得我恶心？沈旭有意无意的和高岩保持着距离，他想着只做朋友也是好的。沈旭，高岩忍不了了，在一次课间将人拦了下来。你为什么老躲着我？我们不是好朋友吗？我要是做错了什么你就跟我说。没有。沈旭低头整理着自己的东西，两个男的走太近也会被说闲话的。我不想有这样的困扰。他们说什么是他们的事啊？我们身正不怕影子斜。沈旭扯扯嘴角。问题是他身不正啊。沈旭，我们是好哥们好兄弟，以后哪个再敢乱说话我就揍他，高岩才不会承认。这些日子看到沈旭和别的人举止亲密，他的心里就不舒服。沈旭是他的好朋友，他们是最好的朋友。我不管，你不许为了这些有的没的疏远我。好。高岩满意了。那你要不要跟我去吃午饭？不去。沈旭背着包走了，只留下高岩一个人在原地干瞪眼。可恶的沈旭，谁先低头谁是狗。沈旭和高岩之间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平衡，两个人虽然还像以前一样，但总觉得中间隔了些什么。沈旭，最终还是高岩先低头了。没办法，沈旭会期末押题啊。你能不能帮我补补课？高岩别扭的递出作业本。我的笔记借给你看。沈旭收拾着书包，我要出去一趟。学生会有事，高岩想起之前看到的一幕。学生会的一个学妹借着讲事情的由头，整个人都贴到沈旭身上了，偏偏沈旭还不知道躲。想起这幕，他就觉得糟心。不要，我要你给我讲。沈旭像是在看一个无理取闹的孩子。你哪题不会等我回来给你讲？不行，我急着做题，就要现在听。沈旭绕过他，打算离开。也不知坐在椅子上的高岩是怎么想的，直接抱住了沈旭的腿，给我讲给我讲给我讲。结果用力过猛，给人家裤衩子扒下来了。沈旭满脸通红的扒拉着裤子，高岩咽咽口水。我可以解释的。沈旭呵呵两声，直接把人打包送进办公室。滚去和班主任解释去吧。高岩觉得班主任指定有点毛病，不然怎么一听说这事就两眼放光的，还让他叫家长。高岩虎躯一震，叫家长？他完全不敢想他姐知道这是之后的反应。老师能不能不打电话啊？班主任朝他笑笑。你说呢？高岩委屈巴巴的去打电话，结果等他姐一到，好吗？班主任根本没空理他了。原来他俩是老熟人了。高岩终于想起在哪儿见过班主任了，不就是他姐的相册吗？原来如此。高岩觉得自己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秘密。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，高岩差点没被他姐的巴掌拍死，最后还是沈旭救了他。老师，我想这是一场误会，不怪高岩同学。姐，这就是我一直跟你说的学霸。高岩向他姐解释完，便抱着沈旭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。呜，还是你疼我啊！沈旭颇为嫌弃，滚！一身汗臭味，高岩拉着沈旭相亲相爱的走了。沈旭，我们还是好朋友，对吗？我们什么时候不是了？沈旭回头看他，笑容灿烂。走了，高岩，回去做题了。高岩愣住了。沈旭笑起来可真好看啊！他久久不能回神。后来的高岩才知道，那是心动的感觉。沈旭没有想到高岩的姐姐会对他说出那番话。他原本是受不了高岩的软磨硬泡，才趁着周末去他的家里帮他补习功课的。结果他的姐姐却将他带到阳台上，道破了他的心思。喜欢高岩？你倒是实诚，这没什么不能说的。我喜欢他。高荣拍拍他的肩膀。行，喜欢就去追，有些事总得试一试才知道。这回轮到沈旭惊讶了，我以为你会反对的。我又不是封建大家长。高荣笑，我不反对你追他，
但是他同不同意就是他的事了，你们之间的事我不掺和。谢谢。姐。两人一转头，就见高岩正趴在玻璃门上，眼神幽怨。姐夫喊你们吃饭。沈旭一走出去，高岩便缠了上来。我姐和你说什么了？高荣给沈旭使了个眼色，这是我跟他之间的秘密。沈旭点点头，秘密。高岩瘪嘴，喊不说就不说，谁稀罕？沈旭看着眼前人，眼神温柔的仿佛能掐出水来。高荣说的没错，有些事总得试一试才知道。期末考试结束，便是暑假。高荣决定带高岩出去玩，顺便叫上了沈旭。当然，班主任周燕也没落下。高岩扛着大包小包的，还围着沈旭献殷勤。沈旭，你热不热呀？我给你扇扇风，简直没眼看。高荣踢了他一脚，你能不能好好坐着？哦，高岩捂着屁股，你不懂姐，你都不知道沈旭有多神。考试的题目他押中了大半，沈旭就是我的神。高荣实在不想承认这个笨蛋是他的弟弟。沈旭发话了，你坐看吧。的朝，一个女生朝他们走来，红着脸拿出手机。那个，请问能加你的微信吗？高岩还以为是找沈旭的。你说他是不加陌生人的微信，不是？女生急了，是你的。还有这好事？高岩乐了，立马拿出手机加了那个女生的微信。啧，想不到爸的魅力那么大。沈旭问，你很高兴啊？高岩挠挠头，还好吧，第一次被人加微信，有点小激动。哦，沈旭只说了这么一个字，然后站了起来，坐到了长椅的另一头。在高荣看来，他满脸都写着4个字，我吃醋了。高岩懵了，屁颠凑过去，你怎么了呀？没怎么。沈旭抬头叹了一声，只是想着，你要是谈恋爱了，我们就不是最好的朋友了。高岩急了，怎么会？你永远是我最好的朋友啊，女朋友都比不了的那种。那当然。高岩拍拍胸脯，兄弟才是第一位。沈旭伸出小手指拉钩，你怎么跟个小孩子一样？话是这么说，高岩还是伸出了小手指拉钩。高荣更加没眼看。鉴定完毕，高岩已经被拿捏住了。他们最终还是没去成马尔代夫，因为高荣接到了一个电话。高岩立马就知道了电话那头的人是谁，一路上都沉默不语，只是握紧了拳头。沈旭握住他的手，一根一根掰开他的手指。有我在。那一刻，高岩仿佛被人卸了所有力气，整个人都放松下来。到了地方，高荣和周燕去收拾烂摊子，高岩和沈旭就在车里等着他们。虽然很不想承认，高岩看向窗外，但那人是我爸。爸妈离异，我和我姐跟着我妈，后来我妈去世，我们又跟着我爸。可惜他烂赌成性，还把公司赔进去了，我们家就靠着我姐撑着。沈旭拍拍他的肩膀，无声安慰。沈旭，高岩的声音带着哭腔，我是不是很没用啊？帮不上我姐的忙？没有的事。沈旭捧着他的脸，让他和自己对视。你很好，高岩。你会不会看不起我？我有这么一个爸爸，你听好，高岩，你是你，他是他，他怎么样都与你无关。沈旭向他讲了自己的事。我幼年父母丧生火海，是身为消防员的养父救了我，抚养我长大。可是我中考那年，他出任务再也没有回来。沈旭深吸一口气，你呢？你会不会看不起我？我甚至连爸爸都没有。高岩震惊的抹了把脸，我当然不会。那不就好了？我们都不会看不起对方。沈旭，高岩抱住了沈旭，拍拍他的背，没事了，以后有我在。沈旭犹豫了片刻，还是回抱住了他。高岩知道沈旭的遭遇之后，更心疼他了，总是拉着他出去玩，不让他去想那些难过的事。高岩，沈旭都被他旺盛的精力折服了。其实你不用这样，过去的已经过去了，我不会再想了。可我就想让你再开心一点。高岩像只求安慰的大狗狗。
沈旭忍不住笑了，摸摸他的头，我很开心。谢谢你。高岩立马满血复活。你等着我去给你买奶茶。沈旭就站在原地等着他。沈旭学长。沈旭回头，是学生会里的一个学妹。沈旭学长，这要巧啊。不如我请你喝东西吧。沈旭拒绝，不用。学妹越靠越近。沈旭学长，其实我有些话想对你说。沈旭一猜就知道他想说什么。我喜欢男的。学妹脸色一僵，学长，就算拒绝也不用编这种理由吧。沈旭拿出手机给他看了高岩的侧脸照。我喜欢的就是他，我喜欢他很多年了。你不用做无用功，我这辈子只会喜欢男的了。话都这份上了，学妹也不再纠缠，说了声抱歉便走了。砰！沈旭全身一僵，缓慢的转过头。最不想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高岩就站在那儿，手里的奶茶掉在地上，洒了一地。高岩，沈旭迈出脚步。你别过来！高岩制止了他，匆匆离开。你让我一个人静静。高岩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心情。恶心吗？没有。想什么呢？高岩回过神，姐，我们决定去海边玩，你把沈旭叫上吧。啊，他呀，不一定有空。高岩神色不太自然。出事了？姐，我问你啊，男的也可以喜欢男的吗？为什么不可以呢？喜欢一个人是自己控制不了的。你喜欢他，他喜欢你，那你们为什么不能在一起呢？高岩显然不太能接受。可是他们都是男的呀。高岩。高荣难得争了脸色。每个人都有喜欢人的权利，只要你们两情相悦，性别不是问题。你不能因此歧视他们，他们只不过是喜欢了一个人，而那个人恰好是男生而已。高岩似懂非懂。高荣摸摸他的脑袋，如果有一天你说你喜欢上了一个男生，姐姐也不会反对的。姐，你说什么呢？高岩不知想到了什么，莫名其妙红了脸。我是直男。出发那天，高岩在车上一直小心翼翼的讨好着沈旭，偏偏沈旭就吃他这一套，最后还是抵挡不住他的撒娇，原谅他了。沈旭，今天那么高兴，你要不要喝点酒啊？好，酒过三巡，沈旭似乎是醉了，眼神迷离，脸蛋绯红，直接栽倒在高岩的肩上。哎，沈旭，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？高岩一整个手足无措。沈旭哼唧两声。高荣早带着周燕跑路了。高岩。沈旭絮絮叨叨的说了很多，见你第一面我就认出你了。你记不记得在高中的时候，你救了一个想跳楼的人？那个人是我。高岩仔细回想，似乎是有这么回事。高岩，你长得很好看，人也很好，我真的。沈旭抬头，嘴唇擦过高岩的脖子，我真的好喜欢你。轰！高岩的脑子里仿佛有什么东西炸开了。他可以接受沈旭的取向，但他接受不了自己也是。我不是同性恋，我接受不了。高岩下意识推了他一把，慌慌张张的跑走了。跑得再快一点吧。因为他不敢面对沈旭。高岩跑了很远才停下来，一直跟在他后面的周燕走上前拍拍他的肩膀，跟我走走吧。高岩和周燕在海边漫步，谁都没有开口说话。你讨厌他吗？周燕只问了这么一句。他没有说那个他是谁，但大家心知肚明。没有。高岩很快给了答案，反应激烈。我怎么可能会讨厌他？周燕没有再说什么，有这句话就够了。而另一边的沈旭也向高荣诉说了自己的过去。三言两语概括就是，沈旭高中在天台想不开时被高岩发现了，是高岩让沈旭有了活下去的念头，自此少年扎根于心上，延续至今。沈旭这个名字也是我自己改的，我知道他叫高岩，延续的延。我之所以今天还能站在这里，是因为高岩。我不是什么同性恋，我只是喜欢高岩。我喜欢高岩啊！沈旭伏在桌上，小声呜咽着：“我喜欢他，我喜欢他，
高荣说不出让他放弃的话。他自己都做不到的事，何必为难两个孩子呢？姐姐，你放心，沈旭抽噎着，我不会缠着高岩，我不想让他更讨厌我。同样的，我也做不到放下他。沈旭的眼神坚定而又柔和，第一眼就放在心上的人，往后无论朝夕，再难从心上移开。沈旭走了，高荣这边也出了点事，不得已只好匆匆结束旅行。结果回去那天遇人闹事，周燕为了保护高荣受伤住院，高荣忙得焦头烂额，一时间也没有空管高岩。高岩这才发觉他已经很久没有见过沈旭了，就连微信的聊天界面都停留在旅行的前一天。他好想见见沈旭。高岩跑到沈旭家楼下，正好撞见沈旭和一个男人有说有笑，沈旭竟然还抱了那个男人。那一刻，高岩好嫉妒那个男人，沈旭的怀抱是他的。嫉妒这个词一出来，高岩自己都被吓了一跳。沈旭，那个男人一走，高岩立马走了出来。那个男人是谁？沈旭语气平淡，学长而已。高岩不舒服，很不舒服。他不喜欢沈旭这样对他。高岩，没事的话我先上去了。沈旭，高岩叫住了他，张张嘴却说不出话。说什么？说我很想你吗？我很想你。沈旭笑了。高岩，玩弄我的真心很有趣吗？高岩想说没有，可是对上沈旭的眼神，他忽然就发不出声音了。那个眼神里充满了嘲笑，嘲笑他，也嘲笑沈旭自己。高岩突然想明白了，他喜欢沈旭。高岩喜欢沈旭。高岩缩在角落，身边倒着好几个啤酒瓶。太晚了，他才发现他喜欢沈旭啊。高岩，高荣蹲在他的身边，出什么事了？告诉姐姐。姐，高岩说着就哭了，从一开始的小声呜咽变为后来的嚎啕大哭。姐，他不要我了。沈旭不要我了。高荣环着他的脖子，像小时候一样哄着他。没事没事，姐姐在。姐，高岩抽泣着，我喜欢他，我才发现我喜欢他，可是现在他不要我了。没关系的，那我们再把他追回来。高荣拿出纸巾擦擦他的眼泪。没关系，你告诉他，把你内心的真正想法告诉他，争取过了才能不留下遗憾，不是吗？你说的对，姐，我要告诉他，我喜欢他，我只喜欢他。高岩无比期望沈旭能再给他一次机会，他错了。如果能重来，他一定在沈旭向他表露心迹的时候，也坚定不移地告诉他，我喜欢你。天还没亮，高岩就偷偷摸摸跑到沈旭家楼下蹲守。他迫不及待的想要见到沈旭，他想要告诉沈旭他是真心的。高岩真的喜欢沈旭。沈旭，早上8点，沈旭终于下了楼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沈旭皱眉，回去吧，不要来找我了。沈旭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是真心喜欢你的。高岩拉着他的手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高岩，沈旭抽回手，在你说出那句我不是同性恋的时候，我们就已经没有可能了。你现在说真心喜欢我，可谁又能挖出你的心让我看一看呢？我不想等3年5年之后，某一天你再来告诉我你不是同性恋。不是的，不是的。高岩摇头，带着哭腔，我不会那么做的。高岩，这条路本就走得艰难，试过一次，撞过南墙，我就知道回头了。你扪心自问，你的喜欢和我口中的喜欢是一个意思吗？你或许只是习惯了有我这个人的存在而已。高岩很想说不是的，我喜欢你，就像你喜欢我一样。可是话到嘴边，他不知道怎么开口。沈旭说的对，他拿什么去证明他的真心呢？回去吧，高岩。沈旭转身离开，既然你接受不了，那么我就算给你机会，我们也走不到最后的。与其最后不欢而散，倒不如从未开始。高岩并没有放弃。
沈旭走在前面，高岩便不远不近的跟在后头。高岩不想让沈旭厌烦，能远远的看见沈旭就好，能看见他就好。沈旭进了一家面馆，高岩也跟了上去。沈旭循声望去，是学长。学长，这要巧。这家的面很好吃，所以我经常来。既然这要巧，那不如坐下一起。好啊。高岩挑了2个人旁边的位置坐下。对了，沈旭，上次那个活动你策划的怎么样了？我想了几个点子，也不知道可不可行。你说说看，我帮你参谋参谋。学长将碗里的肉夹给沈旭，你太瘦了，多吃点。谢谢学长。高岩咳嗽2声，嗨嗨，可嗨嗨。学长看看他，又看看沈旭，立马明白了里面的猫腻。你们认识？沈旭吃着自己的面，没有理会，无关人事，不用管他。沈旭！高岩大声喊道。整个面馆的人都看向他们这边。沈旭瞥了他一眼，能吃吃，不能吃就滚。高岩不说话了，只是默默吃着碗里的面。面条的热气熏得高岩眼圈都红了。他好想念以前的沈旭，可是以前的沈旭却被他弄丢了。高岩不知道他该怎么办了。他好像捂不热沈旭的心了。姐，高岩握住高荣的手，你去帮我跟沈旭说好不好？我能接受的，你告诉他，我喜欢他，我真的喜欢他。高岩，沈旭这孩子以前过得很苦，他缺爱却也很清醒，一旦受到伤害，他会毫不犹豫的抽身离开。如果实在不行，高荣深吸一口气，如果实在不行，你们断了吧。我不要。高岩歇斯底里的大吼大叫，我不要。姐，你去告诉他，你帮我告诉他，高岩喜欢沈旭啊。高荣到底还是心疼弟弟。好，我现在帮你打电话。高岩盯着高荣的手机，眼里带着期盼。喂，高荣姐，有什么事吗？沈旭，高荣不知该从何开口。是高岩让你来的对吗？沈旭道破了他的心思。高岩，我知道你在听。有些事我试过了，没结果我就不会再继续了。我这个人害怕受到伤害，所以我们还做朋友好吗？不好。高岩抢过手机，你喜欢我，我喜欢你，你告诉我彼此喜欢的2个人怎么做朋友？你别那么残忍。沈旭电话那头传来一阵忙音。高岩捧着手机，哭得撕心裂肺。沈旭，你回来。沈旭其实早就心软了，可是他怕呀。他的父母，他的养父，一个个都离他而去。他怕高岩最后也会这样。他怕某一天高岩会再一次推开他，对他喊，我不是同性恋。我接受不了，他见过太多这种例子了。他太怕受到伤害了。沈旭无力的靠在沙发上，抬手遮住眼。高岩，我究竟该拿你怎么办？高岩不敢光明正大的去找沈旭，他怕会让沈旭反感，只敢偷偷去见他，就那么不远不近的跟着他。沈旭知道，沈旭什么都知道。沈旭，今天下雨了，记得带伞。沈旭，记得吃午饭。沈旭，今天太阳大，注意防晒。高岩发了很多条消息，可是沈旭一条都没回过，因为他怕他会忍不住。可是今天他想通了，他或许应该对高岩，对自己有信心。以后的事谁知道？眼下最重要。叮咚，高岩拿出手机，是沈旭发来的消息。不要跟了，我在商场1楼的咖啡厅等你。高岩激动得手都在抖，连忙回复好。高岩想着是不是该给沈旭买点东西，空着手去好像不太好。他脑海中有什么一闪而过，立马跑上3楼。沈旭说过他喜欢的一个手办，这里有卖。高岩心满意足的提着手办去赴约，一路上他都在傻笑。沈旭愿意见他了，沈旭原谅他了。警报声突然响起，不知从哪儿传出一声着火了，
人群全都向出口涌去。高岩将手办紧紧抱在胸前，生怕被人挤掉。沈旭呢？沈旭在哪里？不知是谁嚎了一声，咖啡厅里还有个男生和孩子没出来呢。高岩震惊了片刻，立马调转方向，逆着人流往咖啡厅跑去。沈旭，千万不要是你！咖啡厅里传出滚滚浓烟，一个女人蹲在地上无助大哭，想来应该是被困孩子的母亲。人呢？里面还有什么人？高岩大声嘶吼。女人抽噎着，有我儿子和一个穿蓝衬衫的少年，如果不是为了找我被人群冲散的儿子，那个少年也不会蓝衬衫。沈旭穿的就是蓝衬衫。高岩回头看向火场，咬咬牙冲了进去，可是火势太大，他根本进不去。突然有人拉住了他，高岩拼命挣脱，别拉我！是我，高岩。我从另一个门出来的。高岩转过头，一把抱住了眼前人。幸好你没事，幸好你没事。沈旭拍拍他的背，没事了。高岩仍是后怕，你为什么不快点走？为什么不自私一点？沈旭看向旁边母子团聚的二人，朝着高岩摇摇头，我做不到。高岩，这是我的养父教我的。高岩异业，他想起来了，高荣跟他说过，沈旭的养父是一名消防员。这里不好说话，我们快走。沈旭拉着他往出口跑去。高岩，沈旭转过身，高岩的嘴便堵住了他未说出口的话。周围的声音沈旭已经听不到了，人们的呼喊声、消防车的警报声全都静了音。沈旭想要推开面前的人，反被高岩焊住后脑勺，加深了这个吻。他们在人群中接吻。沈旭，沈旭盯着高岩的眼睛，那里面有自己的影子。我喜欢你。高岩握着他的手放到自己心口，我真的喜欢你。沈旭愣了，旋即便笑了，我信。高岩，我们试试吧。高岩也笑了，向他伸出手，拉钩。好，拉钩，两个大拇指紧紧相贴。沈旭和高岩相视而笑，盖了章就是一辈子。番外，沈旭和高岩和好1个礼拜，高岩就带他回去见家长。今日不同往日，这次上门沈旭明显紧张多了。不用紧张，我姐不会为难弟媳的。高岩牵起沈旭的手，放在嘴边亲了亲。去你的！快看看我今天穿的怎么样？我们旭旭还是一如既往的帅啊！高岩推开门，姐，我们回来了。高荣将烧好的菜端上桌，回来了。坐一会儿吧，你姐夫正做饭呢，茶几上有水果。高岩拉着沈旭坐到沙发上，整个人直接躺平，头搁在沈旭腿上。高荣看到便皱起眉头，起来，高岩，你这样像什么样子？高岩委屈巴巴的蹭蹭沈旭的腿。沈旭摸摸他的脑袋，没事姐姐，他喜欢就让他这样好了。高荣，你就宠他吧。高岩指指茶几上的水果，又指指自己的嘴巴。啊！沈旭无奈，用牙签插起一块桃子送进高岩嘴里，好吃吗？高岩也插了一块喂给沈旭，你也吃。沈旭尝过之后表示认同，很甜。高岩盯着沈旭饱满的嘴唇，下意识的舔了舔唇。沈旭，我换个方式喂你好不好？沈旭表示不解。高岩立马坐了起来，拿起一块桃子放入自己口中，想住沈旭的后脑勺，嘴对嘴的喂给他。高岩，忍无可忍，无需再忍。高荣留下弟媳吃饭，把弟弟一脚踹出门外，秀给谁看呢？滚外面吃去吧你！最后3个人在家里享受美味佳肴，只有高岩这个大冤种可怜巴巴的在外面挠门。姐，你好歹把媳妇儿还给我啊！